为什么美军这次会消耗库存那么多，还没有打完这场战？那现在很明显的，美国是说当时情报误判错误啊，就没想到伊朗这个战力保存做得这么好，他们的导弹完全没被你消灭掉。所以说，他现在防御型的导弹，你看标6、标3，爱国者萨德库存用掉那么多，那攻击的导弹也是一样，他没有想到这个伊朗的防御韧性这么高这个美军来讲，弹药库存会消耗到这么大，甚至于还要到1到4年之后才能够补充完毕。美军弹尽粮绝，拉警报。赫格塞斯在这个时候还突然间搞起了宫斗。等一下赶快来看到美国现在军方的宫斗剧哦。那么等一下也会来关心到说，包括了美国的重大的7个飞弹都快要被打光了吗？重大落点，等一下我们会一次的来看。那么现在来看到的是，我们看到的是美伊双方正值最紧张之际，没有想到五角大厦内部现在却自己乱了起来。这一位呢是美国的海军部长，他是费兰，突然间无预警的请辞了，而且是在这种美伊可能快要爆发大战之前，没有想到高层竟然火速请辞，到底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华尔街日报》跟来自于 CNN 的报道特别做了一个爆料，他们认为今天费兰会突然间无预警的请辞是跟赫格塞斯有关系的。他说呢，赫格塞斯一方面要费兰说，你要么就主动的请辞，要么你就是直接被我开除。结果费兰他是选择主动请辞的。要知道，这位海军部长他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呢其实是川普的一个核心的金主。那么过去在私人投资公司，他是一个创办人，亿万富豪，他没有任何的军旅的经验但是却可以直通的是白宫的核心圈，而且呢，被爆料因为他跟川普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他常常会绕过五角大厦的体系，直接向川普来谈军备，而且被质疑他甚至还推动所谓的川普级的战舰，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听在赫格塞斯的这个耳朵里面，让他感到高度的不满，认为说你费兰怎么可以绕过我，然后呢，直接去跟川普去呈报事情，所以他决定要架空费兰。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跟 CNN 所做的一个预测。所以说，这是一场权力的斗争吗？还是赫格塞斯认为说，现在在伊朗的战事非常的不利，干脆找一个替死鬼来帮他顶替？那赖老师怎么解读？当然是一个权力斗争，也是一个个人的利益之争了啊。这个跟找一个战事不利，找一个替死鬼一点关系都没有。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国防部长也好，或是各军种部长也好，是跟战争没有很直接关系的。你把它想象成为一个球队来看的话，它比较像经理，也就是说，我陆军的部长或者我海军部长，我就是帮海军他们的征兵找兵员、找球员嘛，然后再帮你们做了一些你海军的制服啦，还有你海军所需要的船舰啦、武器啦、炮弹啦、吃啦、喝啦、吃喝拉撒屎，那就归我部长管，跟作战无关。作战是参谋长管，海军参谋长就要有点像教练一样。那也就是说，用兵、调遣、作战、训练，那归参谋长的工作归他们的这个海军司令，还有他们的各战区的海军司令他们的工作所以跟战争部长跟战争是没有关系的。是。那也就是说，这个文人部长的话，他就是一个经理而已。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海军战争，我海军训练要场地这个球场，那我是不是协调一下？那这个部长的工作。那你要用什么球具这个部长的工作。那你想想看，当这个川普他想要造一个大海军，他想要弄一个大海军，要一个大海军要造什么战舰？那你要造什么战舰？那这个就责成你部长要去管了嘛。那这个部长要造什么战舰，他就找这个懂的不管他的同事、幕僚，或者是军工复合体，或者是海军的这些参谋长，他们来开会讨论。所以这些海军的参谋长，他们就开始去思考，说，我这个海军战略大概要怎么样？那我要适应这个海军的战略，未来的战略，我就需要什么样的船舰？那我要什么样的船舰？我的科学家、造船工程师，他们就画出一个图样，然后给他看，然后他弄完了以后都确定了，然后再看看军工复合体，因为他金主嘛。他们就是管钱的，再看看军工复合体有多少利益可以捞这个给这个公司捞，还是给那个公司捞？但他都弄好了以后，再跟部长做报告。那部长这边会诊完了以后，再跟总统做报告。可是问题就在于他跟川普的关系，那不非同小可
他就是川普的邻居啊，他就是海福庄园旁边的邻居啊。平常散步跑步，搞不好都可以碰到川普，而且他没事可以到这个川普的家里面海福庄园那边谈一谈爱泼斯坦或者是跟以前跟爱泼斯坦那边喝酒，然后介绍他太太一起认识这个都有可能发生的事嘛。那你想这样的一个川普的长期的金主，又是一个搞钱的人，又跟军工复合体有关，那这个对于一个国防部部长来讲，他当然要考虑，那我卸任以后，我如果被 fire 以后，我总是要有一个回转门嘛。那回转门目前川普要搞一个大海军计划，大海军计划那就是钱一堆钱那我如果能够搞一些军工复合体是跟我有关的话，是我搞成的，那我一回转门一下我就去当某个军工复合体的 CEO 那我捞的钱就更多了。所以这个对于赫格塞斯来说的话，你怎么可以绕过我，直接跟川普报告呢？那结果那个造舰计划一出来，川普一公布的时候，赫格塞斯不知道是这个人搞出来的，那这个对赫格塞斯来讲，我被架空了，这个牵涉到多大的力打仗不打紧钱最重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跟战事顺利跟不顺利无关，这最主要是跟他的利益产生了巨大的关系。好，我们看到赫格塞斯担心自己是不是被架空呢？所以现在来整这一位这个川普的重要核心金主费兰。那其实呢，类似的拳斗剧不是只是费兰这一出，大家观众朋友持续的关心，大家还记得吗？今年4月份的时候，其实赫格塞斯的另外一出宫斗剧还有斗走的这位是陆军参谋长乔治，而且乔治的手法是非常像的，也是突然间呢被通知说，你可以走人了，要他自己走人，而且呢，他把他请辞的关键点是在他们的部长，也就是这位乔治的长官，德里斯科休假的时候，他下达的命令，所以德里斯科非常的火大，当时呢还跟赫格塞斯大吵了一架。重点来了，这个德里斯科跟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这位费兰一样，是这个有不小的来头，他是副总统范斯的重要幕僚，还是好朋友。华尔街日报当时就报道，2025年他刚上任的时候，他曾经跟赫格塞斯提议说，来一个安排吧，让川普呢跟这个副总统范斯到军中一起视察，然后他还大谈了陆军的改革计划。当然，这个赫格塞斯听到就非常的不爽，直接怒呛说：“五角大厦，一切由我来做主管。”宫斗剧，杨老师又怎么看？其实这个大概就是川普的翻版。对，赫格塞斯你不能说他是小川普，但他越来越像川普。个性，然后决策，以及处理人事斗争的这种情况。川普也不是太特殊啦，全世界这种政治人物，尤其掌握权力的，其实都很接近。我个人也经历过类似的这种感受。其实他对于他的周遭的人可能会影响到3个层面的，他都会去排斥。第一，影响他的权利；第二个，影响到他的决策权；第3个呢，影响到他的媒体形象。所以呢，他不太喜欢找同阶或者是有能力的人。他喜欢去找比他低阶、能力又差，在年龄上、在能力上、在知名度上比他低阶，然后能力也差，然后呢，能够去众星拱月，能够去支持他的决策权、他的权力以及他的媒体的这种聚光度。好，不要去随便猜测我没有在指任何人。我现在讲的是川普跟赫德塞斯。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些人的运用当然就会特别去强调忠诚，强调执行，以及强调你的斗争力。斗什么呢？斗政治人物，斗反对党，斗甚至同党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你在同样一个体系里面跟你要唱反调的人。然后呢，斗媒体，帮你去把媒体的这些可能指责呢引导到你身上，然后你可以在旁边的观察。所以这个大概全世界的这种政治人物都很像，只不过是在今天美国它是权力这么高度集中，而且又在打伊朗的这个战争过程当中，赫德塞斯跟川普都是非常不专业，而且整个过程当中不专业，这个走到底，而把所有的专业，把所有的这些真正有经验的人通通赶走，而不能忍受，即使是那种委婉的专业建议。他们都不能忍受，因为什么？会凸显出他们的愚蠢呢？所以就用这种斗争的方式，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茶余饭后，这是媒体报道的一个就是材料。但是呢，他就成功的移转你，把他焦点放在这个权力斗争
而他最后呢掌控这个权力，把那个人给赶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所有自己感受很深刻的，没有这个就是整个权力的这种运作，其实大概这个古今中外都是很像，只不过在川普跟赫德赛斯特别的被强调。谢谢杨老师帮我们做个人经验的一个分享，也用在国际时事上面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一边是宫斗剧，但是美国内部要赶快注意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它现在有7大的飞弹，其实都面临在因为美伊战事上面用的太快，所以面临危机。那等一下也请这个厉将军来帮我们稍微盘点一下，这是 CNN 特别列出来的7款飞弹现在面临危机。第一个包括了他们的 THAAD 还有爱国者这个剩不到一半了。这个是萨德跟他的爱国者，再来精准的打击飞弹消耗45%，再来画面上我们持续看到战斧飞弹消耗30%，联合空对地的远攻飞弹也消耗超过20%，标准3、标准6飞弹消耗20%，现在预估要回到战前水准需要到1到4年这么多的时间。现在呢，这个盟友。甚至是美国也都开始找一些外援。我们来看到是美军在沙乌地的基地，现在导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系统，要来对付伊朗。将军怎么看？我先将这几种飞弹跟各位观众做一个介绍。我们常听到耳熟能详，经常听到。那这些飞弹到底是什么功能？第一个我们讲防空飞弹，防空飞弹就是萨德跟爱国者。那萨德跟爱国者差别在是一个是在大气层外面它就拦截了，所以萨德是负责大气层之外拦截的。那大部分拦截的是原来当初设计这个导弹是要拦截这个，比如说是核弹，这个在大气层外面就把你打掉嘛那如果重返大气层之后，那用的可能是爱国者3这款导弹来做拦截。那这2种导弹很明显的这个已经是。针对这个弹道飞弹来做拦截的。如果说对飞机来讲的话，大概用不到这两款飞弹，这是这个防御性质的。那攻击性质的就是下面这3种，就是精准打击飞弹、战斧飞弹，还有联合空对地的这种遥控飞弹。那这3个很容易去辨识，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一个是空军发射的攻击型的飞弹，就是我要去攻击人家阵地，攻击人家的这种。基地或者是攻击人家的机场，用这种3种精准打击飞弹是陆军在使用的，这个战斧巡弋导弹是海军在发射的，然后联合空对地的导弹是空军这个飞机轰炸机在发射的导弹那另外标6跟标3是什么？是海军用的防空飞弹，因为海军他也是怕这个导弹对他攻击嘛。所以它必须要有防空飞弹那我们以前经常听到提风系统，什么是提风系统呢？它就是混合了这个标准6型跟这个战斧巡弋飞弹的整个一个飞弹系统。我这个系统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对人家打击，所以我们称之为提风系统。事实上，简单的讲，它就是这2种飞弹混合在一起。那我刚刚介绍完以后，这个我们现在在讲为什么美军这次会消耗库存那么多？还没有打完这场战，甚至于对伊朗来讲根本就没有屈服。你知道打仗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精算嘛，这个弹药也是一样，就像是这个你今天去市场去买菜，你一定要知道口袋里面有多少钱，你要买什么东西，那你不能去了以后，这个你才发现说我带的口袋这个不够深，钱不够用，所以你不要讲说这个美国跟伊朗打这个国家跟国家级的这种战争，就是小到一个营级去作战。战前我们也会仔细的盘算我的弹药怎么样做分配对，我想说大家都一定听过一件事情，就是弹药基本吸行量几个基数或者是说主攻助攻。譬如说我当营长，那我底下有2个连这个2个连要去明天早上攻击，那第1个连负责主攻，第2个连是助攻。那第1连主攻，我可能给他弹药吸行量就可能给他会比较多，譬如说我会给他到70%的弹药。炮弹，那助攻连可能只给他30%，那预备队用的可能又更少，这一定是精算过。那为什么我会给他这么多？因为我之前比如说拿望远镜去看，敌人那边有一挺机枪，那边有一个炮阵地，那边有一个步兵集结，我算好以后，他要用多少炮弹，我才会给他这么多炮弹，才能够决定说你当主攻，你当助攻，而不是2个人叫过来抽签，运气不好的抽到主攻不是这个样子。那美国打这场仗之前，他是不是也应该要对伊朗所有的这目标这个获得做一番的情报收集？比如说
这个伊朗有多少个导弹发射阵地，有多少个机场，有多少个这种雷达设施，你都要很精准的情报收集完之后，那你要开始做火力的分配，谁是由陆军的导弹去打，谁用空军的导弹去打，哈，谁用什么东西去打，那我也要盘算敌人，这个伊朗有多少个导弹，它的这种我们刚刚讲的呼拉姆沙佛姆那种导弹对我攻击来讲的话，那我预估我会要用多少导弹去拦截，我都精算过之后，你才能开始去打这场仗。是。那现在很明显的，美国是说当时情报误判错误啊，就没想到伊朗哈这个战力保存做得这么好。他们的导弹完全没被你消灭掉，所以说他现在防御型的导弹，你看标6、标3，还有这个爱国者萨德，好库存用掉那么多。那攻击的导弹也是一样，他没有想到这个伊朗的防御韧性这么高，哈，你去打他的导弹阵地，打他的弹药库，你根本就没办法打完，打了13000个，花那么多弹药根本打不完。所以我觉得这很明显。这个美军来讲，弹药库存会消耗到这么大，甚至于还要到1到4年之后才能够补充完毕，代表美军战前来讲，很明显的情报误判错误，才会造成今天这个弹尽援绝的一个窘境。川普炸桥，希望能够逼退伊朗。那么另外一方面，伊朗则是反手开始猛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许多地方，包括13个美军基地因此瘫痪。今天还会关心到，包括了甲骨文也遇袭了，美国使馆则是赶着说赶快撤离吧。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大家还记得吗？昨天在台湾时间的这个早上9点，川普才一直说了胜利了，但是结果不到24小时，他立刻是发布了最新的影片，庆祝美军摧毁了伊朗的关键交通的命脉，也就是伊朗的 B1 大桥。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的最新画面。这个大攻击其实已经造成了8位平民死亡，还有95个人受伤。这当中受难的几乎都是无辜的平民。川普说了，他的目标接下来还包括了能源设施、民生基础设施，甚至整个国家的这个体系，他都要把它全面毁灭，来逼对手投降。但是伊朗有投降吗？现在看起来根本完全没有退缩，而且是持续的火力全开。伊朗的军方放话了，他们会打到底，坚持战斗到底，直到美国跟以色列投降为止。而且攻势接下来只会更猛烈、更广，而且更强。伊朗确实如他所喊的说到做到了。我们看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卫星照片曝光了伊朗联袭美军基地，包括了美军的萨德系统雷达、E3预警机都被炸毁，残骸也最新曝光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伊朗这个系统性的攻击，包括了非常多个点。我们先来看到它的报复，确实现在竟然还是升级的。真实承诺4进入到第90、第91波行动了，打击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它的军工设施。革命卫队直接宣布了，在加兹温的上空击落了一架敌军。另外来看到的是打击范围更广了，除了以色列之外，还有许多的海湾国家。以色列的主要城市持续的，还有它的武器工厂都受到攻击。阿布达比美国的钢铁公司也受到攻击，在巴林的铝业基地，亚马逊在巴林的资料中心，跟杜拜在甲骨文的资料中心等等，都受到了攻击。再来就是伊朗还联合了包括也门胡塞组织跟亲伊朗的民兵，针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做飞弹、导弹的攻击之外，还持续的攻击24小时到48小时内持续的攻击巴格达等等的地区。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看起来已经变成耐力战，还有民族韧性的对决了吗？美国的拦截战果现在看起来也不如以往这么的有效了。防空系统有没有出现漏洞？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如果说是川普按照他昨天的台湾时间，昨天早上9点钟，他说要将伊朗这个炸回石器时代哈，就我认为他这次去炸这个桥的动作，确实是有这种企图，但是我觉得就像是这个有一种无赖的打法哈，你有本事的话就对军事目标来实施攻击嘛。那打到现在，他号称打了13000个军事目标，这是川普所讲的。但是打了13000个目标，我认为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
伊朗就在昨天哈，他这个演讲完之后20分钟，立刻对以色列发射200枚的重型导弹，还有400架的无人机的攻击，很明显的打脸川普。那我觉得川普的老脸无光了哈，这个你自己讲了，打了13000个目标之后，就没想到伊朗的反击力道还这么大，证明这个伊朗现在它的有生战力，也就是它的导弹跟无人机保存的状况来讲的话，还是很好，只是说还剩多少我们不晓得哈。那美国可能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今天川普去炸这个桥，有一点像是诬赖哈，就我打不到你军事目标，我就拿你民间的目标来出气。我打大人打不过，我就打小孩子出气。我军队打不赢你军队哈，我就拿老百姓的民用设施来出气。当然，我相信在这种状况之下，伊朗一定会对等的报复。我们看到伊朗大概现在就是扬言要对18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科技公司的目标来实施打击，包括到甲骨文包括到亚马逊这些数据资料中心来实施打击。你知道对这几个地方打击。其实他是这个，虽然说打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这些商业巨头一定会给川普压力哈。我在这边这个开了这个公司，我在这边如果说遭受到损失，后续的损失资料没办法传输哈，那后续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后勤是很重要，后勤要靠补给路线。那补给路线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机场、这个港口哈，这个飞机的管道运输，还有铁路、公路之外，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种路也很重要，就是网络运输也很重要。这时候如果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科技巨头的这些网络都遭受到损失的话，我相信不只是海湾的国家会遭受到损失，甚至于包括到美国自己在这个地方的商业的利益也会遭受到很大损失。那现在这场战争很明显已经变成一个这个民族情绪的一个拔河战，但是我认为长期下去，美国一定是不利的哈。怎么讲呢？有几点不利。第一个，成本上面你美国划不来嘛。美国现在你用的导弹爱国者导弹1枚要300万，它的无人机也不会就是2万块钱，这成本上面就很明显的不对等。那据我得到的数据来讲的话，美军它总共这次拦截了伊朗有1200枚的导弹。那如果说我们用2枚拦截1枚的话，美军已经耗损了2400枚的爱国者。那它1年可以生产600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数据。也就是说，它4年之后才可以完成它的库存补充那萨德这个火箭也是一样，萨德的飞弹目前来讲，美国1年可以大概生产100枚，但数据来讲，它大概已经打了500枚的导弹，那也就是5年之后才能够补充完毕。这是防御型的。那攻击型的就是战斧型巡弋导弹，目前得到的数据是，美国用战斧巡弋导弹实施攻击，大概用了850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那美国目前有的这个战斧型巡弋导弹可以用的，它当年总共生产了9000多枚。可是因为这个导弹必须要随时保持更新这个维修你才能够随时保持在可用状态。它堪用的数据是3900枚，也就有1/4的战斧型巡弋导弹已经对伊朗已经发动攻击，已经使用完了。那如果后续要补充的话，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特别要强调，战斧型巡弋导弹比爱国者还更糟糕，因为战斧型巡弋导弹是从军舰上面发射的，或者说从潜艇上面发射。它打完之后，这些军舰、这些潜艇还回到港口再去补给，所以说对补给线来讲的话，对美国会造成相当大的不利。你这些导弹在海上打完了之后你还要回到港口再补给，才能够再装填了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来讲的话，很明显的这个伊朗可以说是具有在地优势。那美军来讲，因为补给线拉得很长，对他来讲长期如果说形成一个长期消耗战，对美国来讲还是不利的。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场战争，其实已经拖累了美国它的整体战力，不管是这个防御型的武器库存吃紧之外，攻击型的武器同样是数量面临到巨大的压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信任度会不会有所下降呢？等一下请张将军带我们看，包括了现在美国驻巴格达的大使馆已经开始发布了最紧急的通报了，说美国公民、企业还有外交设施。所有的能源、饭店、机场，所有的人员赶快撤离吧！甚至是连伊拉克的政府机构、平民都可能受到波及。而最新消息包括了现在在中东波湾地区呢，许多的科技业，政府已经要求
在这边美国的科技业者居家办公，有许多家的企业已经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最新公告。另外，在来自于《纽约时报》最新的分析指出，美军驻中东基地的最大困境就是它整个体系都出现了问题，包括它在中东的13个美军基地已经遭到瘫痪或者是重创，美军史上从来没有遇过如此大的重大战略考验。另外，包括我们来关心在空中，美军的16架的 MQ9死神无人机也被击落，损失相当于5亿美元。波湾对于美军的信任会不会受到大减少？那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受到一些影响，因为美国这个作战节奏并没有掌握得很好，整个的这个作战的外溢，那换句话说，他的战略的判断是有问题的。他本来打4天，结果打了1个多月。而且在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要结束的迹象。那换句话说，美国对这一场战争的控制上面，还有它整个计划的实施，都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首先他的这个战略情报，我认为出了很大问题。他说有90%的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摧毁，就伊朗的真实承诺一波一波还源源不断、源源不绝。换句话说，川普所得到的战略情报出了非常大的问题，过度乐观。那下面呢，都是报喜不报忧，蒙蔽了川普，让川普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下错了战略决心。那现在不知道怎么办，要打回石器时代，除了打核战能打回石器时代，打传统战争，美国是没有办法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的。那现在来看呢，这个政治信用会影响到。为什么？因为美国连一个小小的荷姆斯海峡都没办法打通，荷姆斯海峡最窄的地方33公里，你都没办法保证开放，都要让伊朗坐收过路费。那换句话说，伊朗在这方面是有底气的，你美国没办法。美国敢不敢派飞弹驱逐舰去护航？不敢，因为伊朗就算没有海军，但是它有地对舰的反舰巡弋飞弹，它怕一击中2枚，这艘飞弹巡洋舰就要沉了。所以美国不敢，到现在为止不敢护航荷姆斯海峡的油轮通过，那就让伊朗得逞了。伊朗就抓了这个战略水道，我坐收过路费、通行费，你们要给我缴，按照吨位，按照跟我的亲疏远近的国际关系，大家来谈。现在反而变成伊朗占上风，反而不是美国。美国一直后来要甩锅给英国，甩锅给德国，甩锅法国，你们自己来护航。你看看，美国竟然有驻军，法国、意大利、德国，他在中东没有驻军嘛，只有武官而已，没有驻军啊。你现在甩锅给他们，自己没办法，这美国已经分身乏术了，就是所以他的政治信用受到动摇。那现在最重要的是，其他国家都认为美国过度挺以色列，美国挺以色列的话，那你现在中东国家会不会有看？你就是挺以色列打仗啊，你现在被打那么惨，你有没有办法做战场的控制？你有点感觉到失控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的战损非常严重，因为伊朗是打他的美国这些高科技的打，你看包括雅虎，包括 Intel， 对，也包括亚马逊，高科技打。第二个，我们所讲到的高架，你注意看他写的高架的目标打。第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挥中心，你包含它的这个核子能的研究中心，包含以色列的国防军的总司令部，你看都打这个，而且高作战价值的哎，他是来打高科技高价的嘞，所以他打3高。那这样的，伊朗以简易的武器来打高价的，变成事半，这是功倍啊。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整个作战节奏并没有掌握好，它的反导系统跟关通系统都被以色列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让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反应还有后续战力的发挥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挫折。好，美国的情报现在得知情报的效果不佳，那反倒是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实施的精准打击，都是打这些将军提到的这些高价值的目标。那包括使用飞弹之外，还有包括了无人机。现在传出来说，尤其这些无人机可以源源不绝，就是因为它的零件来自于中国大陆跟香港等等的企业吗？而且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其实会经过很多的地方，包括了土耳其、印度，还有中亚地区、越南、哥斯达黎加等等，甚至是
是阿联酋，代表换句话说，已经变成了一场全球供应链战，让伊朗可以这样子打持久战吗？再来就是说，媒体也点出了伊朗它其他的重要5大的底牌当中，包括第一个，它是低成本武器消耗高端的装备；第二个，确实民主国家嘛，川普现在面临的就是政治的压力，其中选举跟弹劾的风险；再来就是民族主义、革命卫队的意志坚强；再来是第4个，地下分散的军工体系，让伊朗有源源不绝的导弹；跟最后一个，伊朗拥有上百座分散电厂，可以确保他们的军工跟民生。这些原因，所以提升了伊朗在这个战场上面可以如此的持久吗？尚志哥怎么看？伊朗的无人机实力其实从俄乌战争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他当时供应俄罗斯支援俄罗斯的无人机。但究竟实力有多强，在这次美以伊战争，大家终于看得比较清楚。那从2月底开战以来，现在统计大概伊朗盘点一下，大概打了3600多架，甚至更多，大概4000架左右无人机。而且现在伊朗的海空军被打残了之后，就是靠他们导弹跟无人机才有攻击力，特别是攻击美军基地，把美军基地就打得死去活来。好，现在其实大家盘点打了这么多架，但是伊朗到底手上有多少架无人机？那早先大家都说伊朗可能有10万架，而且这里头大家已经看到伊朗自己研发的这个萨赫德或者见证者136是真的蛮厉害的哦，它的攻击力真的很强。那但是这里头大家还注意到伊朗的生产力。预估他们1个月可以生产1万架，而且现在伊朗生产的大概有40多种无人机，所以看起来伊朗在生产无人机方面很厉害，所以难怪美国情报系统就在追伊朗。你好吧，你能够生产这么多，但你的零组件从哪里来？你能生产这些零组件吗？没有，所以零组件当然绝大多数从中国来采购，所以这是美国情报系统在追的过程里头发现，它就是在香港，认为说是由伊朗事实上在香港设立一个外界不知道的一个公司，那我透过这个公司在香港对于中国大陆，尤其是天津这个系统去采购很多无人机的各种的零件。那现在采购到多少跟具体的数字不知道，但是美国情报系统你找到这个渠道应该是有的，而且这个渠道当中可能采购，你说中国大陆要出口这么多，当然中国大陆都知道了，无人机现在无论是整机的市场消费的像大疆洲占了全世界70%以上，那零组件更是不在话下了，什么都有。那现在无人机我们看伊朗是自己采购零组件，自己组装，自己来研发。量这么大，你说中国大陆包括官方军方会不知道吗？所以这里有个微妙性，现在是美国情报系统还在继续在调查。但我们知道，其实在香港采购完之后，回到了伊朗。那么伊朗现在自己本身主要有3大，包括航空无人机的制造系统，包括了见证者航空、盛传航空跟伊朗的它的这个航空制造工业制造航空公司。这3大系统就是在做，所以这里头其实也被美国情报系统在掌握的差不多。但目前看起来，整个对于无人机的部分虽然能够掌握，但是这个零组件透过中国大陆大量的采购，你没有办法斩断。因为这毕竟来讲，中国大陆可不只是供应伊朗，而且伊朗还供应了包括乌克兰，也供应了包括俄罗斯。全世界现在各类的零组件的采购，这个量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你要阻断或你要对中国大陆有任何部分施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但是只是说在这里有没有运输的部分管道？因为在香港采购之后怎么运呢？海运吗？还是陆运？而且陆运当中从中亚怎么走？当然，伊朗也很聪明，它不会只透过一个路径在运送这些零组件，所以它是非常大量的，而且也不是直接从香港运到伊朗，可能透过哈萨克，可能透过中亚很多的国家来规避美国的追击。所以看起来，伊朗现在在整个美以伊战争当中有非常多厉害的无人机。但背后整个在我们讲这个军事产业供应链，它不像美国有这个军火商、军工业，但是他们为了要供应，让自己拥有非常强大，刚刚讲10万架现在手上的这个存量哦，而且还要继续每个月1万架的继续的生产，所以伊朗这个部分底气还是来自于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被掌握的这个由零组件、香港、中国多陆路甚至海路辗转运送到伊朗这个过程。
目前还没有被掌握，也还没有被破获。川普这一回认输止损，要撤离中东，大家在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没有讨论到的重要原因，也是原本美国没有料到的重要原因。伊朗它拥有这个军事宗教的一个复合体，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其实牢牢的掌控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跟政治。这怎么一回事？等一下我们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读。也就是因此呢，革命卫队他不舍得背叛自己的神权哦。那么另外，如果美军真的要去拿下伊朗的话，现在来自专家的预估要160万美军才有胜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讨论。好，川普以为呢这场战争他可以4天之内结束，结果打到现在，我们看到呢伊朗的政权至今屹立不摇，而且现在看起来民族的团结心是比过去还要更强了。美国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最新的分析，他说伊朗今天之所以打不倒，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军事宗教复合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将他的军队，还有将他的经济跟他的政权是牢牢的全部绑在一起的，变成牢不可破。首先我们先来看到伊朗它的这个政权的一个主要的结构，它在最上层的是最高领袖一手掌握的，那最高领袖现在就是穆吉塔巴，穆吉塔巴他牢牢的掌握了伊朗的军队、伊朗的司法系统，还有国家的媒体、国家的安全委员会跟确定国家的利益委员会等等，掌握了这么多的这个事项。但是它下面其实主要分成它的军队，总共是2支，一个就是所谓的正规军，是伊斯兰共和国军队，负责就是保卫国土。那另外一支呢，就是我们谈的非常多的最强硬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了，它就是直属在最高领袖的，负责保护最高领袖，也维护整个国家在国内上面政治的稳定性。伊斯兰革命卫队目前根据统计，大约是成员是12.5万名人员，在经济中扮演主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国家很重要的各种的经济命脉，当然包括了石油、天然气到建筑、电信等等主要基础设施，都是由他们所掌握的。那另外一方面，他们还享有各种的福利，这当中包括他们的薪水是非常非常优渥的，他们还享有大学优先跟低利贷款等等。因此现在被解读，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舍得背叛主要的神权。那会不会美国完全一开始都没有料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川普今天认输的原因吗？什么原因让革命卫队舍不得背叛政权？那岳老师又怎么看？我这个题目跟我的专业哲学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美国本身长期来讲相信美式民主的力量，对于这种革命卫队所引导下的神权组织，这个哈梅尼耶啊，用是这种宗教的理由啊，女人的话就是蒙面啊什么的吧，就觉得完全违背了民主的价值。但是他们忽略一个宗教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人民的影响力之大。我记得1979年的时候，那个科梅尼从巴黎回来的时候，伊朗要求这一场宗教革命所发生的现象投票的时候，科梅尼是以98%选上的，把这个巴勒维国王赶走。那现在川普根本没搞清楚这个里面的细节的98%的人，这当中的话呢，就是他会认为说巴勒维的儿子在美国已经是摩拳擦掌，准备回来当国王，你真的是做梦。政权更迭根本都没有用。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哈，请大家要了解。从某种角度来讲哈，一下把哈梅内伊干掉以后，穆杰塔巴上来以后啊，这个哈梅内伊很多人是不能接受，但我相信他是一种以殉道者的身份，就是在面对自己要面对的死亡。你把他干掉以后呢，他已经交代下去，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个作战的策略叫去中心化。所以大家看得出来真实承诺，从这个打到现在88的时候，每一个各地出来，美国炸都不知道炸哪里，就到底谁是指挥中枢，要杀也不要杀谁。所以川普有时在讲说，就已经没有人可以杀了，基本上没有人可以杀，几乎人人都是啊。这个是革命卫队里面的去中心化。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整个伊朗人当中的话呢，原来我不能够排除，因为伊朗人原来是民间是非常非常支持美国的，有非常多的人。但是呢，他们一开始觉得说，当这个川普攻打伊朗之后，他们本来高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在外面庆祝说，哇，不晓得怎么样，炸弹都来了，而且以色列的攻击他们的石油设施，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天就是下的黑雨啊。
这个下个月，你知道伊朗到目前为止，从2月28号到现在死3000多人，400多万人流离失所。那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所有人，就伊朗现在已经找不到温和派了。那另外最重要的话呢，就是名气可用啊。就是伊朗现在只有一个立场，你这个美国这个做法，逼着伊朗现在只有做这样的拼到底，否则就是亡国，什么政权更迭。啊，美国，然后呢，这个原来我在这边跟大家强调一下，原来川普脑袋很简单，就是说已经搞了委内瑞拉的石油了，那现在再把伊朗石油搞到手里的话，那这样的中国就没油了。他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你现在听起来，今天讲话可以比较不用负责任的，但是川普就这么笨啊！我在愚人节说他真的就这么笨，他本来就是讲，因为他到了3天前还在讲说，我其实真的要打伊朗是为了他的油，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怎么可能呢？伊朗现在整个都跟你拼了，老子都不活了，跟你拼到底了。所以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下，美国发觉哇不得了。那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过，美国也走不开啊，以色列不会让他走开啊。那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真的是要，我相信这场战争是刚刚讲到油价的话呢，是一定会破200，是一定破200。好，那同样的问题，破200就完了，我们就还得了这个民生物价、通膨等等，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干哥。好，那个其实老实讲一句，我说那伊朗为什么它是一个，也就是说可能就美国自己他们做调查说啊，他们人民只有20%支持他，但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因为伊朗它绝对不是说你所看到用宗教在掌控这么简单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复合体啊。而且大家要就是注意到，就是说伊朗其实你就算是你今天他的领导人被狙杀了，可是他并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因为其实老实讲一句，40多年来他们的精英大部分能够念大学的这些精英，老实讲一句，他们都可能会属于什么？属于巴斯捷的民兵集团，也就是说，他是有经济诱因拉住他们的，并不是说我们是为了伟大的这个什叶派的理想，它其实跟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加入了他们的巴斯捷民兵，这个民兵组织有多达70万人，那我们所知道的革命卫队只有12万5千人，不管革命卫队或者是巴斯捷民兵。你如果人在里面成为正式成员的话，你可以得到什么？你可以得到固定的职位跟比一般企业高2倍的薪水。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是精英的话，你为什么不选择待在里面？所以你根本舍不得，你也不能让这个政权倒，因为倒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你的家人，这就是最重要的。他们讲一个小故事就是美国的研究员智库他们说，然后他认识一个伊朗青年年纪不大，你知道吗？他是巴斯捷民兵中的一员，但是他不晓得，等到他从叙利亚回来，他才知道他是巴斯捷民兵。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加入民兵组织之后，他可以贷款，他一贷款他就买了2栋房子在德黑兰北部，然后呢他就突然人不见了，后来回来才知道说，我跑去叙利亚了，干嘛？帮叙利亚组装飞弹，帮也门组装飞弹，现在是战事结束，我回来了，然后我就回来开始收租，你知道，就开始收他买了2栋房子的租，然后收租去还贷款这样子，然后过了几天，抗议示威游行分子不是上街吗？对，那个头巾革命上来抗议吗？结果他的这个邻居朋友就拿一根棍子上街去揍那些反政府的人。他说：“我真的看到一个真正的，就是一个，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精英，但是他完全是什么？他的生活、他的未来以及他的经济，他完全都跟这个国家、这个组织绑在一起。所以说，他不可能会去推翻自己的政府。也就是说，他的生活、他的这些经济来源都是靠着政府。那所以说，加入巴斯捷民兵之后，他可以选择他的小孩。”可以优先上大学，他也可以得到贷款，一般人民是得不到的。所以你就晓得，从这样的这个他的叙述看下去的话，伊朗怎么会那么容易的这个政权会被你推翻呢？所以，然后最近他们还得到那个什么油气田的合约，500亿美金油气田的合约，这个500亿这个油田的工作合约是由革命卫队来指派的。那我今天就很简单了，
因为这个游戏田的工作的话，是人人想要去的，就是说只要你上过大学，你都想要去。所以像这样子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想要去的话，那你必须就要加入这个组织。这个就是为什么伊朗它能够长期存在它的政权，而不容易被轻易推翻的原因。好，所以川普恐怕在一开始进攻之前，难道是没有做好评估吗？没有料到现在神权其实是跟一个国家，包括个人的利益跟自己的经济是有非常高度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人民不容易倒戈的重要原因。那另外一个川普还没有料到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是不是跟伊朗他打不倒，是不是跟他的土地、跟他的非常多的人口数有关系呢？现在专家也做了另外一个解读。我们先来看到刚刚提到的人口，伊朗的人口9000万人，那是中东第2，全球第17，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可以有非常多的一个军队跟生产力，土地面积是164万平方公里，我们就拿现在同样在打仗的乌克兰做相比，那伊朗是它的将近3倍。再来，伊朗它的地形非常的复杂，有高山，有沙漠，可以说是易守难攻。所以美国，如果你真的今天专家的说法想要进攻打进去伊朗的话，你得派出160万大军上阵，这恐怕会付出美国史上最大的代价。那川普有可能真的，如果他要做的话，打败伊朗吗？那委员又怎么看？川普不可能打败伊朗的，他如果可以，或者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希望打败伊朗，他现在就不用演这出戏，这个夹着尾巴绕跑的戏码了哦。那么川普，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自大过头了。我觉得他一个人活在他的宇宙里头啊，他觉得他是天下无敌的，所以呢，他觉得他要贯彻他的任何的目标都可以轻易做到。那最后没有想到，在伊朗的这个地方，他真的贴到铁板哦。就像刚才这个苑老师提到的嘛，我觉得美国最大的一个错误哦，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当时去配合以色列斩首。就是各位仔细想一下，就在以色列跟美国斩首哈米尼之前，伊朗内部有没有反政府的力量？有，所以才会有这些相关的抗议、游行、暴动。那些也许是这个 CIA 或者是摩萨德长期的线民或者是细胞策动的，但是不可否认，一定有不满这个当今政府的一些这个年轻的势力哦、年轻人哦，或者是其他的力量存在。但是问题是，当你把它斩首完之后，那不一样了哦。刚才老师讲的没有错，他就是个殉道者啊，他是烈士哎，而且你不是斩一个人的，你一口气斩了40几个人，所以斩到最后，好奇的问题就来了。你斩完他之后呢，川普跟以色列就呼吁说，大家起来反政府吧。那问题是他们要抗议谁嘞？就他们原本可能要抗议的人都死了，都因为伊朗所以被以色列跟美国猎杀了耶。所以原本讨厌可能对哈米尼有不满的人，现在恐怕都反过来了，因为把他视为烈士了嘛。所以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最蠢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去搞了个什么斩首，所以斩完之后。川普自己不是说吗？斩完之后他都找不到谁来谈判了，因为你一口气斩了40几个，没什么人可以谈判了。唯一想要谈判的另外一个人又被斩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川普从头到尾就是一招错，这个步步错了。然后呢，你又没有评估到说伊朗他自己的这个土地的面积哦，土地面积这么大，土地地形这么复杂，你以为它是伊拉克吗？一马平川，10天就让你扫平了？没有啊，它的地形实在太复杂了。美国的部队要进去，绝对不是像打伊拉克这么简单的事情。然后你再来，他有没有想到说，伊朗的地下飞弹城这么厉害？其实地下飞弹城，我想全球现在最有名的是中国大陆，他们叫做地底长城啊。当时美国国务院曾经出了一个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力分析报告的时候，那个里头就提到说，中国大陆最具有威胁力的就是地下长城了。它的飞弹可以从这个城市透过地下的火车快速的运到另外一边去，可以从东部到西部哦，通通不用到地面上，完全在地下行动的。所以我看，显然伊朗大概也是有样学样，伊朗的地下城盖的也相当坚固啊。你说美国去年如果没打那个12日战争，也许它的地下城还没这么坚固。打过了12日战争，你只要是伊朗的指挥官，你难道不会挖深一点吗？你一定挖深一点的啊。所以这都要拜美国之赐啊。你打了他一次，他第2次他就知道了，说哎呦，我要挖深一点，要更坚固一点。然后更重要一点来了，伊朗现在呢？他自己的那个人民的，我们叫做 resilience 啊，就是翻成中文应该叫做韧性啊，就是打仗比的是什么？比的是决心，比的是韧性啊。伊朗的人民现在就是要拼个你死我活，美国人民拼得起吗？
所以在这个三方战争里头，现在是伊朗跟以色列要拼你死我活，他的民众的那种战斗意志很高昂，可是川普没有啊。你们的美国大兵消耗不起几个啊，牺牲不了几个的，所以在比韧性你也比不过。然后最后我们今天节目讲的刚刚开始思明给大家看到说伊朗准备要攻击美国的企业，大家去看看那些企业，那些企业只要被攻击，美国股市就大跌了。因为那些企业都是 AI 企业，都是重要的军工企业，都是重要的金融的企业啊，它只要攻击下去，那么美国现在的股市荣景都是靠 AI 产业带动的，你就等着美国的这个纳斯达克和这个道琼的指数下跌了，这些都是川普经不起的。所以我相信川普自己大概现在也认知到他现在所陷入的困境了，唯一的办法真的就是玩国王新衣的游戏啊，就是自己宣告自己打赢了，然后凯旋班师回朝，然后最好再举办一场盛大的白宫庆祝大会，放假10天。对。